Taka， 我是 Morris。我们今天是那个朋友开箱单元，我们今天这是新的单元嘛？我们现在是做一个新的单元，我们请很多好的朋友过来。对，今天的好朋友是谁？今天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叫小圆。小圆，大家好。所以小圆是一个陶艺家，那我们请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请陶艺家来上我们的 channel 我们要叫他家吗？不算是家，那陶艺师吗？陶艺创作，你把自己定义成什么？陶人。陶人呢 ？OK， 新名词。等一下我要写下来，等一下后面字幕不知道怎么写。陶人有英文吗？可以搞成英文吗？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名词哦。等我去查一下，等一下查一下，再丢字幕。反正就是呢，一路走来有很多那个，因为我一路有发了那个小圆的脸书的一个讯息，从好几年前，然后呢，常常会看到他发表一些作品。那我自己会想象，比如说 Morris， 你搞建筑的啊，对，你知道弄一个作品，或者是弄一个成品。都是旷日费时的事情，从摄影、建筑也好，那陶艺我看就更不用讲了。你是不是无中生有到一种很恐怖的地步？就是你要从什么到什么？小圆，你大概要不要讲一下陶这件事情大概是怎么发生的？陶，我们可不可以先帮小圆介绍一下，他现在是你的窑是在什么地方？花莲的实体坪。在花莲的实体坪哦，就是花莲的最南端，然后丰滨乡实体湾。然后我就依照当地的名字，所以就是创立一个实体窑，叫做实体窑工作室。工作室在花莲的最南端。你看我的声音多棒啊！这个我要剪掉吗？你们两个太小声了。实体坪是那个旁边就是海岸，我记得那边有一个可以露营区哎。对啊。不是吗？对，那边。那边好漂亮哦，我记得那边。那已经快要到台东了。OK。你是怎么去选到那里的？其实也是一个因缘，然后把我拉到那个地方。我是把它大声一点。这样可以，大声再大声一点。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没有。是。好，请说。好，就是一个因缘的方式。对不起，不要方式，就是一个因缘把我拉到港口部落，就是丰滨乡港口部落那个地方。我觉得土地会找人。我相信这个力量。然后我就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原本是想要租房子，然后就问了杂货店的阿姨，就说有没有房子要租，结果她又带我到一个地方说这一块土地要卖，我当天下午就签约了。哇！等一下，我听起来很像是我今天从早上到下午，我整个人心烦意乱，我坐火车到花莲的海边，我准备跳下去。没想到我在一个杂货店前面问了这个阿姨有这样的一块土地，我就买下去了。意思是这样吗？不是，对，我不是这样子。就是我到了港口部落是2015年。那其实更早之前。对。然后我买土地吓死我了。我买土地是2016。OK。对，然后我盖实体窑是2017年。对，是有一步一步的节奏去做。谢谢小圆，因为突然缩短的太恐怖，让我觉得好像是当天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可以写一个很漂亮的脚本来做拍电影哦。是啊，她本身就是那个女主角了。OK。所以 OK， 我们 opening 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就是 Morris， 你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吧，我们就是直接对我们的朋友挑战，直接问一个问题。我虽然是读建筑的，但是像这种做陶艺的东西，我非常感兴趣。其实2年前我也跟我太太一起去摸一些陶艺品。我最有趣的部分是那个上釉，因为釉你知道吗？你有涂过吗？它不管怎么样都是乳白色的东西，然后你进去以后去烧过以后，这可能是我这个根本不是你的专业，这是他现在专业。我是在抛砖引玉，好不好？没关系。我现在要说的就是实体窑的作品，还有包括小圆的作品，都是手捏、柴烧、自然落灰，所以它是用手的方式去捏制的。然后我说它柴烧，等于说我花了4到5天的时间慢慢投柴，然后温度慢慢的上升，所以我说自然落灰的方式就是我不上釉。OK。它是依照这几天下来的落灰高温熔，就是自然的落灰熔在作品上面。等一下，不好意思，那个看我们频道的朋友们，
刚刚 Morris 做了一个很错误的示范，他抢人家专业的那个 opening，可是抢出来的让小袁一讲出来的话，我没有一句听得懂的。我所谓听的，你以为就这样子几个字眼就完成了吗？捏，然后呢，随便捏都可以了吗？其实也不能随便捏，其实它就是要很有感觉的当下的感觉，然后投入之后再创作出我要的作品。然后烧柴这件事情，现在谁在烧柴呢？当然就自己，因为我就是窑主啊。对，我的意思是说，一般人是不是我有一点小钱，我直接买一个那种有没有啊，马上可以控温的？我就说我2017年的时候就是要准备要盖窑的时候，我是写文化部的圆梦计划这个申请经费，然后在写这个计划书的同时，我就是拜访了北中南，就是有柴烧的陶艺老师，去看一下他们的柴窑，然后再想想看我要的是什么。看 Morris， 人家还有这个过程的，所以我刚才说抛砖引玉，我现在才到问。那你知道什么叫落灰？我不知道，但是像他刚刚讲的这个境界，对不对？因为一般我所认识的那个陶器就是要上釉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是完全不上釉，那你怎么知道一开始你的 inspiration 是什么？所以我要知道的就是图本身，我要去研究图，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进什么样的材，对，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它图本身就是有矿物，所以等于受到高温之后，它就会拉出它本来应该要有的面貌。哦，所以现在完全这个作品就是您的作品嘛？对，这就是日本的吃土啊，日本吃土，因为我喜欢白色嘛，所以我就用吃土去表现柴烧的落灰的感觉。那你火候怎么控制呢？其实还是要很科技，就是它有温锥，对，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温度计，然后才可以看得到说它慢慢从30几度，然后经过4到5天之后，它就升温到1280度。一般的就是说如果是上釉的那种，不是要烧烤2次，对不对？那我们这种东西是一次就到位，对，就这样一次到位完成。那像这种颜色，它的这种突发的颜色，是因为它本身自己的这个陶土造成的吗？对，陶土本身的特性，然后经过就是自然落灰，灰就会落，因为灰很轻，它会落在土坯上面，然后经过不断的高温，然后它就慢慢的融，所以它会有层次。对，因为就是经过4到5天的不断的就是投材、氧化、还原的效果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作品呈现。了解，塔卡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写黑白相片吗？对，因为他真的必须要知道它材料是什么，就像我们摄影师必须知道我们当时底片用的是什么，或者我们数位相机里面的一些特性一模一样。你要从，但是我比较稍微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说，因为现在人做任何事都希望说我这件事情3个小时就要搞定了。对。那小袁对刚刚以上所有的描述啊，这可能是多久的一个时间？其实我这是在台北长大的孩子，那其实我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觉得人是会因为环境让自己慢下来。那其实我也是一个不是很急的一个急性子的人，那刚好那个地方非常的符合我，所以呢，我一件作品我就慢慢捏。当然拉菲很快，可是我喜欢慢。你没有一定非得几个小时或几天内把它搞定，不是这件事情。或者是一件大件的作品，我可能要花2到3天去把它完成。那当然烧制的过程当然也是更慢，对啊。所以小袁称自己为陶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带着感情。其实陶人给人家感觉就是一种精神。那刚刚还有2个小杯子，我们可能还有哦，就是那2个小杯子可以一起讲一下。在这边就是说你刚讲的那些都是照这样的一个工序。等于说我要给大家一个，就是看到史蒂窑，看到小林，就是给他一个定位，就是手捏柴烧自然落灰。那我慢慢的话也会就是倾向于做花器，以花器为主。花器是什么？英文是什么 ？Morris。花器。vase 对不对？所以你借我摸一下，你那质感很好。刚刚讲的这些过程里面，有人帮忙吗？做作品都是自己做，那
头裁的时候，大家都是会轮班，因为我们要一天24小时，然后一个人轮8个小时。有人跟你轮班顾那个窑，有控制那个温度，对。所以就是说柴火一直不断地在燃烧，对，不断的在升温。所以我在脸书上看到小圆3更半夜在那边烧火的意思是？对，等于说也是一个女生，然后半夜在那里。月黑风高，旁边都没有人。没有人啊。真的？真假的？就很安全。然后很安全。然后海风。对啊。然后可以听海。会听到海浪的声音。我天啊，你这整个是一个疗愈的那个我说对。其实当时的专注是很安静，然后我是看着窑温，然后去控制我怎么投柴，才可以让它依照我的节奏去让它升温。然后要升到大概多少？1000？每天的温度都不一样。对。等于说你连这个都学了。这个就是经验的累积。所以像一般我们这个在什么温度的时候作品要进去，然后在什么温度的时候出来？什么温度的时候进去？对，我不太了解。不好意思，问什么时候把它放进去？等于说我做好之后，比如说我3月18号要烧，我这个月的3月18号要烧，所以我土坯做好之后，我就到15、16号或者17号，我就要开始排窑。对，那当我插了那个等于说温锥的温度的时候，它显示的是30几度。那我整个排完窑之后，我就开始要投柴了，慢慢的。听起来好需要等于说我第一天的时间，我早上开始点火升温，我可能到晚上可能就是300多度，只到300多度。好，300多度，第二天之后可能到800多度，对。然后第3天可能就要1200，就是慢慢的升温。对。等一下，我们停一下，我不会剪掉。我的意思是 ，Morris 至少还想得出那些所谓的名词，要去问他。可是重点是，我从一般人听到就是你们2个这样讲，我会觉得，所以他没有一个精准的答案，是不是？其实柴窑是火的，我的讲柴窑是火的。那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卡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从1200度，其实已经温度很高了，我们要升到1270度的时候，那70度之间，有时候就是上不去。那上不去，我们不能放弃，所以我们是几吨在备好在旁边，让我们是投柴的。那我们就说我们柴烧等于在烧钱。等一下，我好想，我坐在那边，然后看他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充满了那种很。然后对，而且打开窑门的那个1000多度的。对，我好想感受那个。又要靠近那个窑口。是真的柴。真的柴。哪一种木头的柴？都有有相思、樟树，就是路树，我们是砍路树。就反正就先准备好就对了。这样子。所以都是当地的木材。对，木材。OK。几吨的木材。几吨。也就是说你在这边说我建筑师。几车。所以你在规划你的那个窑的地方，这个是烧窑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很大的囤积木材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啦，今年暑假你找到一个可以去取领的地方，全家带去，因为捏完了做完一车回来，东西放上。那我问一个比较俗气的问题，那如果我想要去，然后我烧我自己的作品什么的，我是这个直接就可以跟你约还是什么？对啊，都是用预约的方式，因为我等于说我2017年到2020，我这3年办了很多活动，驻村，然后就是各种的教学，然后到了现在，我想要慢慢的2021，我想慢慢回到自己。所以你对。花时间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去做更好的。好久没看到。所以就是如果说有朋友想要来的话，就是跟我约时间。对。因为我好久没看到小圆了，今天看到他就是精气神都很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这件事对你来讲是目前来讲很棒，还是可以稍微跳一下接下来的梦想吗？或者我要怎么说？就是其实有时候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好像需要一点碰撞才可以把我撞。现在要刺激，新的刺激需要。
这样讲好了，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因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做，你说你是陶人，然后我哪天我说我是摄影家，我第一件遇到的事情就是我要想，我到底要创作什么或做什么当接下来走的路，你碰到这个了吗？因为我生活陶已经大概做了。生活陶，这个就是这个叫生活陶。对我来讲是生活陶。那我们直接跳，就是你所谓这的不是个对我来生活陶的。讲已经是创作了大概有5-6年了。那我想要跳脱生活陶这个领域，所以呢，我们现在慢慢的就是其实生活就是创作，创作也是生活。那我居住在海边，我现在就是想要跟在地的元素做一个结合。那这个创作呢，会在今年开始调整，那个需要调整身心灵到一个程度，就像你做作品，然后可能应该是说我这个想法已经想很久了。我知道，然后但是时机成熟之后，我才会真正去做，而不是想到去做，然后做一个半吊子的成品出来。其实这个是可能你觉得快成熟了就对了，快了对不对？我有个问题，像陶土的话，我们您用的都是日本进口的陶土？都有有台湾的陶土都有。有可能跟本土的素材去搭配。其实我看过很多的老师就会跟在地的土就是做一个结合。对啊。对。那等于说我们当地的也有阿美陶的陶土，对，那他们的温度大概是大概800到1000度左右。那因为我都烧到很高温，所以我觉得要跟当地的土做一个结合，其实我一样就像我刚刚讲的时机。我觉得时机到了的话，我就会去做，而且是想法要很成熟的时候，才知道说我跟当地的土做一个结合之后，我要创作什么样的作品，这个比较重要。莫里斯，你刚刚的问题非常的那个令人感觉就是惊奇，因为其实他那个问题就跟摄影家、美食家什么家一模一样，美食要找当地的素材，对啊，一样的意思。我就是直接感觉就是陶土它真的有重量。就是这个感觉非常的舒服，握在手里面。你说叫做生活陶，对不对？对。用这个来喝茶，真的是很美好的经验。那我们就直接看，那你就说你那个还有什么是这个是生活陶？请问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生活，就是盘子。这个陶盘我也把它定位成生活陶，对不对？那这个陶盘哇，真的一个很用这个来放菜好美哦。让他看正面。怎么样才能控制它烧出来的颜色？还是这是无法控制的？我大概了解说土本身它的特性可能会烧出一些带一点红色或者是一些铁锈的，就是感觉。经验。对。那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它大概会偏向于哪一种颜色，比如说瓷土它大概是偏白，然后陶土可能偏红，所以呢。这个是大概的一个印象，可是它开窑之后出来，其实这同样都是瓷土，它2件作品还是不一样。我请教一下，因为它是自然落灰的效果。一般我们瓷土陶土啦，去烧的时候，它烧起来是很粗的，它不是像这样亮亮的。对，它应该是说我要的实体窑烧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氛围，我可以去控制，所以它温度的拿捏，或者是在做还原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去控制，我也可以把它烧得很亮。OK。那可是我要的气氛就是有点沉稳、内敛，有点消光这样子的感觉，真是很有质感。还有一个作品，我们可能就是等一下 ，Morris 来直接问下一个开始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个前面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再从问题衍生。你有没有准备的问题？还是我先问？那我有问你的问题，你一天就是从一天开始的时候，你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 workflow 啊，就是你的工作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SOP 是什么？因为每一个职业都因为是自己的工作室，所以我不用打卡，所以我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等着海风，一杯咖啡，然后然后好舒服的生活。之后才开始想，今天要创作。我觉得这个才开始拿捏自己的陶土，然后开始创作。小圆正在过一个很令人羡慕的生活，这是很自在的生活。自在的生活，对。如果这个还能够稍微等于，就是你在
生活上无余的话，哦，我觉得这个人因生就为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欲望了，对呀、对呀、也没有地方可以让你逛街，所以呢，我最能逛的就是小七，我们称为小七，就是 Seven。啊，是啊吧？对，小七我们在那边说小七，然后我就可以在那边看免费的杂志，然后就是喝一下那边的咖啡。很棒很棒，小袁那个后面那个琐碎的剪掉。好我告诉你，重点是这样子，我拍照，我也有我的 SOP，然后我要花很多时间去拍照。如果我到了花莲那样的地方，它的窑那边，我大概不知道拍多少东西回来。可是重点是我可能会在以前是洗照片，洗，花很多时间到我的成品，或者用电脑弄，到最后一个 final 的一个成品。我的意思，我要问一个简单问题是说，所以请问你，你现在从头到尾，从零到生产出，你现在还有感动吗？我要问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就是它会已经变成是你的日常了吗？还是说？其实生活陶对我来讲确实是已经是日常了，是非常的生活化了。那所以我想要创作一些比较独特的，所以我就是会结合当地的比如说海边的石头，或者是去用创作去描述自己的感情。对。所以呢，我现在就慢慢的用陶跟红线再做一个结合，然后去创作自己情感的一个路线。我问到好问题，小袁即将成为家或人了，他已经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跳到一些问题的部分了，而且要用板子，人家才看得到。OK， 我要问一个很粗俗的问题，就是那小袁到现在你有没有算过你现在盖一个窑花了多少钱？这么怂的问题，好，很简单的一个问题。80万就搞定了吗？我们不要算时间精神了，因为那个无形的。这个窑80。这个窑80。可是窑不能淋雨，所以你必须要盖一个屋顶。对，屋顶，然后整地。因为窑一定要是非常平整，不能有倾斜，而且就是花莲比较容易地震。不能有倾斜吗？不能。OK， 这都是他的经验，对。然后花莲又很常地震。对。哦，你如果窑在里面烧的时候遇到地震，有过吗？有过。有过，然后呢？还好，祖灵有保佑。OK， 就没有破。祖灵，所以差不多就是100万的意思了哈。如果算一些零。对。Morris 换你的问题了，我要准备第3个问题，因为你必须要让人家看得到，要不然我还要逼弱，还要干嘛的？是。对。这个就是我们代替大部分的朋友来讲，然后我们最后才会 ending 一个美好的作品已经摆在那里了。我要问你的灵感在哪里 ？Inspiration 是什么？我的灵感，其实我的灵感应该是来自于我内心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刚到花东的时候，我是没有方向的，所以呢，我创作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比如说作品名称迷宫。因为我没有方向，所以我把自己进入到一个迷宫的一个境界，所以就是那个灵感来自于自己内心的状态。那像这件作品，我称它是石梯瓶，瓶子的瓶。那因为我常去海边，那我看到那些礁岩其实是凹凸不平的，所以我想要透过自己的双手创作自己所谓的石梯瓶。我发现这个东西很神奇耶，就是就不管放任何东西，它都很 match。这东西已经有一点，这样讲好了，就是让你觉得，它其实已经快到艺术的感觉。你确定一定要放这个吗？搞不好一个樱花也会很美，对不对？很好啊，因为它已经自然化了，自然化的东西是美。对，那这是生活陶还是快到那个艺术陶？对，艺术了。我觉得有点。你加了感情了就算了，对不对？对。那而且这个颜色很难吗？这个是我有去就是自己的配方。配方还要调配方。对，等于说因为我不上釉，所以土本身就要自己的配方。土不上什么？不上釉啊。因为它是自然落灰嘛。那其实就是
台湾太多材料了，然后陶艺老师也很多，那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要烧出什么样的氛围？等一下，你刚刚讲陶艺老师也很多，对，陶艺老师，台湾的材窑很多，然后陶艺家老师也很多。那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而且生活陶其实大家也都在做。那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第一个，我材窑我要烧出什么样的氛围，这个我可以控制。土本身的特性，我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独家配方，烧出不一样的质感。跟颜色，对对对，然后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特色。再来就是你所做的器型，这个也是自己的美感赋予。对，这一定是。对对对。然后刚 Morris 那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然后这样现在小圆也回答了。摄影师会因为一件事情迁移他的工作地点，叫 base，B-A-S-E。现在花莲是石梯窑嘛，石梯窑是小圆的 base。当你在那一块土地失去灵感的时候，你要迁移的。我是说大部分一般的平常的知识啊，就是我今天拍完了印度了，我下礼拜我可能会去另外一个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给感觉会这个是你的，那个吗？石梯窑这个地方是我灵感的来源吗？还有的用吗？我要这么说，其实石梯窑是一个背山面海的一个环境，对，然后它会随着四季的变化，海也会颜色不同。有那么美吗？真的有那么美吗？然后冬天东北季风的一直吹你，然后有时候雨季一来，它就每天都在下，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开着车，我们就往台东走一走，对，然后往山线去泡个温泉。其实当我住在石梯窑之后，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已经没有想到。等一下，好，我真讲，我为什么要打断你？是因为我讲到我第一集的一个概念，就是，所以其实你的大概生日是摩羯靠近水瓶。1月12。小圆正在描述一个叫做 feel alone 的境界。他喜欢感受寂寞，喜欢感受那个下雨，这些东西真的很适合做陶这件事情，很适合。就是你还蛮 emotional 的，不会，我觉得其实他刚刚小圆讲的这个生活其实是很丰满的，是非常非常丰满。对，但是你没有去过，不是，我告诉你，有的人会把它变成歌曲嘛，有的人会变成电影什么，可是。他想要实体摸，这是跟他原生家庭有很大关系的。陶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没有摸在那个湿润的那个陶土在手上的感觉是什么？你感觉过吗？我告诉你，我喜欢用脚，你用脚，我喜欢用脚踩在泥土上面，比手，所以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大概很棒。然后呢，你说，不是打断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讲太长了啦。不会啊。后面我可以稍微剪一下。Morris， 你有没有第三个问题？没有的话，我要。请说你的问题。我还没写啊，你要给我时间，我已经知道写。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跳进来那一个东西了。好，对，到这个。对，哇，这个比较大。而且很重。很重，我们要让那个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花器。对，这花器。对，那小袁，你先讲一下你的花器。我可以粗俗的讲一件事情，或者 Morris 要问的问题，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疑问。好，你问吧。哇，这么重啊！因为我很有感情，所以我作品都很重。小袁，这个要卖多少钱？我们不要谈到钱。所以你看，这是艺术品的。等一下。那个 Morris， 你问我是摄影师，我现在是摄影师，你问我多少钱？多少钱？我卖你200块美金。我是摄影家，你问我。问我，我先问我多少钱呢？我们不要谈到钱，好不好？对不对？陶人就是不想谈到钱，也就是说，现在小袁前面需要一个人，经纪人。是的，他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就是。你不能，我们接下来都会用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回来那
聊了好多关于所以你下一个问题是什么？细节，这些像 Morris 没有问题，对不对？我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后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这个，什么？就是如果你现在非常想要办一个展，嗯，你最想要办展的地方会在哪一种状况跟哪一个地方？我们讲像云门舞集好了，他非常现在开始往走自然也好，对，哦，他希望大地是舞台，然后就你知道那个在稻草田中，他们就开始排舞干嘛这样的。我现在想办展，我会想要到这种类似纽约的什么现代博物馆之类的啊。我举个例而已。你呢？接下来创作了，刚讲了，已经有，你现在有很多作品了吗？很多作品。很多作品了。也就是哪边是你的舞台了？对，舞台在哪里？其实我还是想要回到就是自己港口部落，就是我石梯坪的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之后，开始有了石梯窑，然后慢慢的作品也成熟了，然后环境也影响到我一些创作的灵感，所以当实际成熟了，其实我想要办展的地方，其实就是在石梯窑。但是那个不是你生长的地方，那个是你现在有感情的地方。你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所以，可是未来有感情的地方会是什么？还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早，对不对？未来会怎么样？其实还不晓得，也说不定，对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我听起来像是你以为小圆，你以为陶艺是一个，因为我觉得人生真的很多变化，我完全没有想到说，一个在台北长大的，然后台南的小孩，会跑到花莲这个地方盖一个柴窑，而且大家有想过，一个女生扛着那些木头，然后受到这样高温，怎么可能？可是我也不能说我做到了，我觉得是命运把我带到那个地方之后，我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说未来想要展览的地方，或者是展览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未来我的小圆的下一页是什么，我还不晓得。我以为小圆是一个充满那个天马行空的人，其实他还蛮脚踏实地的。就是我这个问题，如果问我的朋友，每个人都会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要去哪里哪里哪里，所以你现在要回到这个花莲的地方，还要尽一份心力在那里嘛？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刚刚小圆已经讲过了，他一开始就介绍他自己是陶人，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生活的在地生活的态度，不是逃走的人哦，不是逃走的人，对。他从他的生活逃走了吗？没有，是其实建立了一个。我觉得小圆没有变，只是变得比较成熟。从前不会做的事情，现在你要去做。就是现在也开始不要小看他就对了，就是他已经脚踏实地走到这个地方，站稳了没？还在爬。还在爬哎。还在爬。站稳的意思就是说，高岛屋卖这个东西，1800块台币，你要不要买？我看到是小圆后面做的话，然后这是生活陶，那我就买。如果你站稳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切割两个线嘛，你不能可以啊，可以啊。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作品叫做海啸的作品，我现在讲出来，开价$100,000。我会跟我们频道人讲这些事情，就是说，现实踩稳了之后，然后有梦想在那边，我们也要回馈你有感情的地方，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你还是必须要出售你的智慧或你的情感上所产生，因为2400件乘以5年是12000件。你要想想看，我们所知道的日本最有名的很多烧，什么烧什么烧什么烧，要传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它必须卖的，它必须让它传递出去的，否则没有人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跟感情在里面。所以等于说，实体窑每个作品其实也是会透过展览，
然后文博或者是应该就直接在实体窑有一些展售，对啊。好。那目前一直都有在做。对，所以我希望听到的是这句话，也就是说，今年的暑假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开着车，你一家有7、8个人，对不对？可以到实体窑去买一点生活陶哦，不是这个对不起，还没有定价。我定价的话，我定价7万块美金。你们懂我意思吗？懂的。是的。上面还没有印章。没有。或你的 mark。其实我就是在下面画一个圆，就是小圆。有一个，它有一个那个，对，它每一个都几乎有一个作品都会有一个圆呐。对。我都有看到类似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了解。刚 Morris 讲的是这个东西。对，我想到一个戳印，因为你的意思就是部分商业化嘛。是。Morris， 你有没有 final question？Jenny 来一个问题，我们帮忙问。有没有？我很想知道他的秘方。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可能问不出来。问不出来，因为他已经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了，其实经验很重要，对不对？对，选择土的经验嘛，对。选择材料，建筑的哇，那简直就是这个我们的材料是什么，你知道吗？是 model。会选 model， 会选什么很重要。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好不容易见到小袁。我们100万订阅的时候会再找他来。好。对不对？100万订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来看看新的价值，最高价值的产品是什么？它这个东西可能又有另外一个了。100万订阅，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我们非常开心，感谢小袁君到我们谢学校当我们那个开箱朋友的一个单元。你感觉怎么样？跟我们聊天 ，OK 吗？很自在啊。很自在哈。不会紧张。为什么好紧张？最主要是内容我觉得要很专业。我跟你讲，从头讲到尾，我听得津津有味。真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啊。字要写很多。我现在很烦的是后面搞字幕要花很多时间。要写字幕。对。不是，它会自动翻译，可是我要校稿啊。谢谢大家啊！没有，其实我希望啊，我本来找小袁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频道或拍摄怎么玩的，他就叫地方妈妈，一个专业的地方妈妈。他如果要自己做自己的频道，早就已经绰绰有余了，有这么多作品可以讲作品太多了。太多了，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今天谢谢小袁，谢谢，各位拜拜。拜拜。